欧盟在能源问题上自攻，想废除普京的武功，这对中国有何影响呢？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该来的总会来。为了打击俄罗斯的战争潜力，美国推动的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石油出口限价的问题终于达成一致，也就是以每桶60美元为上限。协议正式生效后，如果原油价格超过每桶60美元的门槛，将禁止欧盟企业为俄罗斯的原油运输提供保险、金融等服务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石油，除非价格低于60美元，否则欧洲企业可能就不买了。过去我们就说过，俄罗斯是一个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，而石油价格与俄罗斯政府的财政收入紧密相关。在历史上，当油价每桶超过100美元的时候，俄罗斯的经济就有可能提升，甚至往往有发动军事行动的冲动，包括车臣战争、格鲁吉亚战争和2014年并入克里米亚的事件，还有今年2月份发动的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。当石油价格被限定在60美元之时，海湾地区的沙特等国生产的石油仍然有利可图，而俄罗斯的石油生产部门的收支几乎就是平衡的，也就无法给国家提供额外的收益。在俄罗斯被西方经济制裁，而欧洲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的当下，石油限价协议生效后所带来的冲击，对世界能源市场可能会非常严重。首先，欧洲这种行动对自身而言几乎就是在自攻，失去俄罗斯的廉价石油，只能从中东、美国、英国、非洲等地购买，而这些国家不可能以油价降到60美元一桶的俄罗斯石油竞争。当然，俄罗斯也不可能向欧洲出口这么廉价的石油，那么欧洲人可能就会忍受更高的油价，甚至在石油进口问题上进一步加深对美国的依赖。俄罗斯方面已经表示，不会向参与价格设限的国家出口石油和天然气。市场分析人士担心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再度导致国际原油市场供应短缺，进而推高油价，而能源价格的上涨又将打击欧洲降低通胀的努力，甚至破坏欧洲工业生产的竞争力。美国在积极从欧洲抢夺高端制造业，此举也利于美国这个能源出口国。中国当然也有条件吸引更多的欧洲制造业，从德国工业巨头加大在中国投资的趋势就能看出来。其次，俄罗斯石油将不得不加强在亚洲市场的竞争力，海湾地区产油国可能也将对亚洲拿出更大的诚意，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、印度等国的油价，这对中国而言也是好事。有一点要注意，俄罗斯出售给中国的油价往往都是打折价，中国就算受到伤害也是比较小的一方。当然也不能排除欧佩克未来通过减产的方式，以降低限价对石油价格的冲击。毕竟限价是一种非市场的经济操控手段，俄罗斯方面也可能采取减产措施，从而进一步抬高原油价格。有一种分析认为，国际油价有可能上涨到每桶120到150美元。欧洲企图通过石油限价来废除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中的武功，这在理论上讲是成立的，但是从操作层面上讲，靠非市场手段来驱动，后果难以预测。石油市场全球化的程度更高，石油限价对俄罗斯的伤害越大，该机制的反噬风险也就越大，而下场最惨的可能又是欧洲。对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